有时候会感到悲伤是很自然的，这是人在心烦意乱情况下的正常反应。但有时它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几天、几周，甚至几个月，看不到尽头。它会影响到日常生活，让生活变得更糟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就不再是悲伤了，而是抑郁。抑郁并不是一种具有一系列特定症状的单一疾病，而是一连串从轻微到更严重的症状。开始之前，友情提示：本影片仅供参考，不能用作诊断或治疗任何疾病。如果有小伙伴正困惑，想知道自己的悲伤是否不仅仅是悲伤，或者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抑郁，请向有资质的卫生保健提供者或心理健康专家求助，并留意这些迹象。1. 睡太多。会不会觉得自己睡眠不足，要么早上醒来，然后马上回到床上，要么一直睡到下午晚些时候，即使已经睡了一整夜，白天还会睡很多。这也被称为嗜睡症，这是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情绪障碍最常见的症状之一。当一个人感到悲伤时，可能也会觉得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做，也可能会觉得睡眠是一种逃避生活中的压抑现实的方式，即使想起来做点什么也做不到，就像被锁在床上一样。这种症状不仅很难单独处理，还会导致其他一些健康问题，包括记忆力减退、头痛和偏头痛、体重增加和心脏病。2. 社交退缩。悲伤有时会让自己与朋友和家人隔绝，感到沮丧时，可能会觉得很难出去玩，宁愿待在房间里，听自己最喜欢的悲伤歌单，直到这种感觉消失。但如果患有严重抑郁症，那么无论多么爱自己的朋友、家人、伴侣，花时间和别人在一起，都会让自己觉得是件苦差事，一直在拖延，只是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周围的人会感到窒息，因为觉得你被迫微笑、大笑、说话，总会觉得有必要把别人推开，让每个人都离自己远点，尽管内心深处想要的只是有人在自己身边。社交退缩是抑郁症让人坠入的陷阱，患者会孤立自己，因为这是自己认为自己需要的，但它实际上会让人感到更加孤独和沮丧。3. 不注意个人卫生。有没有小伙伴曾经觉得洗头发太累了，所以决定今天只喷些干洗发水？对于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来说，每天都感觉像是省了一次淋浴。如果一个人正在与自己的症状做斗争，可能连想想都觉得不好意思，更不用说谈论它了。但这是发生在许多抑郁症患者身上的事。一项基于全球学校学生的健康调查显示，报告有抑郁症状的女孩和男孩的手和口腔卫生不佳的可能性更大，包括很少或从不洗手，以及做不到每天刷牙。这是严重抑郁症的明显征兆之一，因为它不仅存在于思想上，还存在于身体上。所以刷牙、梳头、洗澡或洗衣服都成了非常困难的事，因为没有精力去做，所以这些可能会发生，不会离开家，或者可能会觉得没有任何意义。4. 对爱好和活动失去兴趣。悲伤会让人觉得没有动力去做自己通常喜欢的事情，也许决定并不是真的想去看那部电影，或者放弃了自己的体育锻炼。当一个人严重抑郁时，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，几乎完全失去了对自己曾经喜欢的爱好和活动的兴趣，这些再也不能带来快乐。这会强化一个人缺乏动力的感觉，并且会在几个方面加重症状，会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，或者让自己觉得自己都不再是自己了。而且因为整天都没什么事做，所以总会感到无聊。无聊会让一个人有太多的时间，让坏想法不断在脑海中闪现。这是因为抑郁症会影响大脑，扰乱重要的激素和大脑结构，而这些激素和大脑结构通常会帮助保持活跃并激发它。5. 自杀的念头。当一个人感到悲伤时，可能会幻想离开一段时间，远离让自己悲伤的情况，远离困扰自己的担忧。但如果做着永远离开的白日梦，或者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，那几乎肯定会敲响警钟，表明可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。我们再怎么强调这种症状有多严重也不为过。根据美国药物滥用精神卫生服务管理局2017年的全国调查，4.3% 的18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有过自杀的想法。精神障碍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风险很高，
这就是抑郁症成为潜在致命疾病的原因。看到有人感到如此痛苦，以至于他们认为死亡是唯一的解决办法，真是令人心碎。但抑郁症是可以治疗的，医学和心理学在开发治疗方案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并且随着其他抑郁症状得到控制，自杀念头也会得到控制。给治疗一个机会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有自杀的想法，请立即联系亲密的朋友或亲人，或拨打自杀热线。小伙伴们觉得自己有这些迹象吗？如果有，要知道总会有人帮助你，无论多么困难或令人难以置信，康复都是有可能的。医生或心理健康专家会倾听你的心声，检查你正在纠结的症状，并提供治疗。寻求帮助是一个人能为自己做的最勇敢、最好的事，所以不要独自承受这一切。如果认为这支影片对别人有帮助，一定要分享出去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